北方建筑和北方气质有一定关系。站到这个院子里边，就能看到太行山，像一个巨人一样睡在你的西边。把粗犷浑厚抓到，那么你就抓到了太行山的脉。我从08年在北京大学毕业之后，就在那个郑州大学建筑学院教书。2019年，我的一个学生说是在太行山的脚下，原来呢有2栋老房子和一个后院，想着把它做成一个带有院子的半开敞的这个空间。从业了15年，更多的是偏向私人的住宅东路园呢，它是个公共建筑，可以去让公众享用，我就特别的开心，非常爽快的答应。整个园子是采取了大开大合的空间。来到场地，第一个就是我要干一个事儿，把太行山的余脉引入到我们的庭园里头。庭园跟建筑是一个整体，客房呢都在2层，1层都是公共空间，整个就是2980来平。水面上面2米多高的一个池壁，是不是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山壁？池壁的石头呢，来自太行山的支脉荒山。我在这住了1个暑假，把整个池壁做完了，大概有7、8个工人和我一起。石头拉回来之后，我需要在10分钟之内要断定哪一块石头用在哪儿，哪个面朝哪个方向。走过这儿的时候，就有一种峡谷的感觉。你从这儿往太行山看的时候，好像也是穿过了一个山洞来看。当地以前就是帮着村民盖房子的这个匠人特别好，叫赵家班。3兄弟又带着他们的儿子和侄子，大概有6、7个人，把我们的这里边的所有的毛石墙砌完了。其中有一个那个赵大哥有80来岁了，还在工地上健步如飞。他们的性格就是那种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那种，非常耿直，也不会小调门说话，在工地上都大喊。当地太行山产一种石头，大概有3公分、5公分那么厚。我曾经当老师的第2年，就带着学生在太行山里边做古建测绘，都是明清的老民居。老百姓就把石板当成瓦片来用了，盖房子。包括我们用的石板的石头，都是采用的当地民居的常用做法。苏州的水磨雕，以那种精细来衡量，这不是北方那个能做到的。恰恰是因为它没有那样一层东西，它身上会带有另外一种可爱，比如很粗犷、很豪爽、很浑厚。因为我是从农村出生长大的，对自然的这种天生的这种敏感。小学9岁，我们家盖了一次房子，全是我父亲亲手上山开采，对自己造园都有蛮基础性的这个影响。做完东乐园之后，让我更加坚定了庭园建筑学的方向。庭园跟建筑是一个整体。一个公共建筑边的人如何与自然达到一种更加美妙的关系，是需要我们建筑师去思考的。